神罂粟拯救道期，那么命运之基能重塑提瓦特吗？双生魔神与双子，他们的故事会有相似性吗？重读《雷神传说2》，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么在剧情中，我们知道雷电将军在姐姐雷电真的意识空间里种下了神罂粟，然后被时间之阵伊斯塔路用自己的全能放置到了500年前。所以在雷电将军的记忆中，神罂粟是500年前突然出现的，而在道期众人的记忆中，神罂粟古来有之。那么在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剧情的解释是未来拯救过去，将军未来种树，神罂粟出现在过去，帮助道期吸收了500年前坎瑞亚灾变入侵土地的污秽，让道期得以延续至今。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细节上的破绽，就是道期人的记忆中神罂粟古来有之。我们来模拟一个情景啊，你就能理解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就是500年前雷电将军从坎瑞亚回来，看到神罂粟，然后和周围的人说，这里为什么多了一棵树？然后别人说，你在说什么呀？这个树一直都在呀，已经有很多年了。发现没有，在道期其他人的记忆中，神罂粟存在的时间其实不止500年，它存在的时间非常久，500年前也存在，甚至可以说和道期存在的时间一样久。那这就存在2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将军在雷电真的意识空间里选择种下神罂粟的时间节点不是500年前，而是更久之前。那第2种是道期人的记忆被世界树修改，神罂粟是重新链接的记忆。那么第1种可能和将军自己的记忆是冲突的。如果将军选择种树的时间点是更久之前，那么将军就不会在500年前这个时间节点发问，他可能在更久之前问雷电真，姐姐，你看这里怎么突然长了一棵树呀？所以只要雷电将军自己的记忆没有错，那么将军就一定是选择把神罂粟种在了500年前，对不对？因此只可能存在第2种情况，就是道期人的记忆在神罂粟出现之后被世界树修改了，而对于神罂粟的记忆是重新链接的记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快进到本次剧情。还记得卡利贝尔是怎么描述半成品命运之基的吗？它能够向人们的脑海中投射记忆，也就是说，道期人在当时其实被雷电真或者说世界树投射了神罂粟一直存在的记忆。而为什么在当时不善战斗的雷电真要前往坎瑞亚的前线，甚至牺牲了自己呢？因为他就是要牺牲自己，去搭建属于道期的命运的之基。还记得最初的一版命运之基计划，初步的计划与漩涡之魔神奥塞尔有关。我猜这就是雷电真牺牲的真相。而将军为什么没有被篡改记忆？因为将军作为启动命运之基最后的一个关键人物，神罂粟就是用来提醒他的意向，这就和我们雪清在旅行的终点遇见中镜花海是一样的。因为在原神这个故事中反复的强调，如果你身处在一个幻境中，那一定会出现让你觉得违背常识的东西，一定会存在某种破绽。神罂粟至于雷电将军，中镜花海至于我的雪清，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原神书籍中有一本时旅者，其中提到了时间旅行，而时间旅行的坐标其实都是轮回中的自己给自己的线索。另外，雷电真虽然身陨，但他的意志在当时化作了神罂粟，在500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力量帮助道期续命，净化土地里的污秽。在将军的语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虽然身消梦陨，但是他化作了神鹰。并且在道期只要和神罂粟有关的对话，他都会表达神罂粟呢是冥神力量的化身。但是雷电真化作神罂粟的时间不是永久的。在神鹰大府的任务中啊，花伞里说过，以前神鹰大府的时候，污秽只会产生一些友善的妖怪，但是旅行者的这一次都是充满攻击性的海乱鬼，进化能力的下降就说明雷电真的时间不多了。那如果将军不来种树，道期的未来就是毁灭，但是将军来种树了，所以在意识空间里种下的神罂粟回到了500年前的过去，接替了雷电真的这个时间线，由此道期这个国家就获得了新生。也就是说，原本呢，道期可能是一个 bad ending， 然后在雷电真、雷电影、伊斯塔路的共同努力下，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修改了时间线，就有点类似于复联中拿走无限宝石会产生新的时间线，但只要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把宝石还回去，这条借宝石的时间线就能完美的闭合，就和宝石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那么我们再看卡利贝尔对于完整命运之基的描述，你就会发现整个雷神传说2这个故事其实是以牺牲雷电真作为命运之基的载体，
然后重塑了道期这个国家的命运呢？那么再看双子的剧情，它就是不是有一些类似？提瓦特就是道期，第三降临者牺牲了自己来为提瓦特续命。沉睡的天理就是伊斯塔路，是高维的力量，只有唤醒它才有可能改变一切。但最重要的是强烈的拯救提瓦特的意志和愿望。那这点就需要我们的旅行者通过旅行收集起来。而命运的织机是能代替原本世界树的必要工具。但拯救的故事是让提瓦特拥有自己的未来，而不是再次的陷入到他人编织的新的轮回当中。那么命运之机和提瓦特千万生灵的愿望在最终会形成对抗，所以到底是秩序还是自由意志？最后我觉得中境花海它可能最终并不是一片花海，而是根据每一个到达旅行终点的角色或者是人物他内心的渴望而形成的空间，可能这个空间是作为整个提瓦特循环的开始或者结束，作为一个保险一样的存在。那么只有在这个地方最终理解了旅行的意义，走上前来，才能让提瓦特迎来真正的未来。但你仍未越过最后的门扉。若你理解旅途的意义，就上前来，击败我，命令我让路，向我证明你比我更适合拯救他，然后就去重新纺织所有的命运吧。好，以上呢就是我在重看了《雷神传说任务2》之后呢冒出的一些新想法，当然仅作为娱乐。那如果未来还有什么新的脑洞呢，我们再做分享。我是提瓦特地理，那就下期再见吧。